好，我是木头人。今天我要来帮我的女儿改造她的闺房。那我女儿已经10岁了，那她可能想要自己有一个房间所以我现在要帮她来改造。那我现在要打算做一个架高的床，因为她的房间不大只有4平左右，所以架高床是一个比较能利用空间的一个方法。那现在我要在墙面上先锁上脚材。那我使用的材料是台湾快木的旧料，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孔洞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那首先我要把它固定在墙面那我会先用大钢牙先把木料给钉在墙上，那再直接在上面去钻孔。那我使用的是蓝波钉，大概会锁入墙面大概2英寸左右。当然，你如果想要结构更好，也可以使用膨胀螺丝来固定。不过这个床架它3个面已经有锁在墙上，其实这个结构力已经够强了，我觉得不需要用到膨胀螺丝。那我使用蓝波钉，我觉得施工会更快一点。我架高床的高度设定这个框架底下有175公分高那以后小孩子长大了也不至于会撞到头。那底下是放书桌的空间，然后也是使用最长的时间所以我会以床下是最好的高度为主，床上的高度以盘坐在床上不会撞到头为主那正面这个木条就从侧边锁螺丝把它固定就好那我还会再加个 L 铁来做补强。框架都固定好之后，也要稍微测试一下它的结构够不够强这个框架内要锁上支架4周1圈都要锁支架。那接着在中间下脚料。我使用的骨架尺寸是4乘3见方的木料。我用的尺寸有比较粗一点，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安心一点。这个部分就使用钉枪来固定就好了。那一边打个6到8针就很强了。人要在上面吊单杠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不需要太担心，因为这种力量都是分散的并不是在单一个点去受力它会平均分散在这些支架上面。我的女儿已经迫不及待要上来了看到女儿开心我就开心。我女儿现在10岁了也差不多要有个自己的房间了对一般的家庭而言可能也比较晚了10岁可能有点晚。我不知道你家是什么情况呢？那接着把床板给放上去我使用的是3分的花木夹板。那3分就是9mm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薄。那因为花木夹板它强度很好，跟一般的夹板不太一样。我觉得不需要用的太厚，这样就很足够了。接着再放上床垫那床架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右边还有个缺口要来制作床头柜了。接下来我要来制作楼梯。楼梯的材料我使用6分的花木夹板。花木夹板应该算市售的夹板类强度最好的，那它的纹路也很漂亮。像很多音响的材料就是用花木夹板制作的那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家具也会使用。那把裁好的木板靠在床架上，目测抓出我这个楼梯的斜度。那底下要画一条斜线，我用一个木块抵在下方画一条线，那把它切除那底下的斜度就出来了。接着再把它摆回床架，画2条线，沿着框架的上缘跟下缘各画2条线。那再拿一个木料垫着画一条线，接着使用圆锯机跟手锯把这一部分给切除。手锯贴着上面的木块做切割就可以切得很直那再用线锯机来把这个弧度切出来让它不要那么锐利，我怕会割伤小孩。摆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看角度有没有切准。接着要来制作那个踏板的沟槽，高度175公分我打算要把它分成5阶。
所以要在中间做5个沟槽来放踏板。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楼梯有点太直，不够斜。那因为我的房间的空间实在是很小啊，那我不想让楼梯占据太大的空间哦。那我也觉得这个斜度很够了。那在这个把手的部分我先用钻头先钻2个洞，再用线锯机切掉。那最后再用这个修边机来做个倒角的动作，让它不要这么锐利。稍加打磨就可以把它组装起来。那这里我使用 HiCoki 的手持圆盘砂磨机再连接吸尘器来打磨，这样至少可以避免95%的灰尘我使用的螺丝是 Tanz 出的低耗能木螺丝这款螺丝很适合木工新手来做使用我之前有拍一部影片专门在介绍这款螺丝大家可以去看看那在虾皮搜寻木头人虾皮就可以找到我的卖场，我也有卖这款螺丝最后就把楼梯固定在床架上就好了那最后塞上木塞，把螺丝给盖住。一样来测试它的结构力。我要把这个安全性给把关好，才敢给小孩子做使用。虽然看这木头薄薄的，只有18mm其实强度是非常的好接着我要来用这些回收的快木壁板来钉我女儿房间的壁板。房间100公分以下的区域全部都要封上这个快木的壁板。那因为我其实很讨厌油漆那这个房间也使用很久了，很多漆面都已经剥落了，那就直接用这个壁板把它盖住就好了，我就省了一个工。我固定壁板的方式是用活拆的你可以看到我是下面先钉一个木条，那直接把这个壁板给卡上去最后上面再封一块木条，这样以后我要拆掉这个壁板也很容易拆下来的这些木板以后都可以再重复利用是非常的环保的。那这里固定墙面的钉子是使用小钢炮的黑钉长度大概1公分就够了。这个部分的作业我也叫我女儿一起来帮忙因为这个是她可以胜任的也让她也有一些参与感，我自己动手打造自己的房间我不想要整个房间都钉满木板这样其实是有点俗气所以我想用下半部就好了。这些回收块木板都是以前我去后火车站有一个人家他们要搬迁要都更，那刚好我有一个机缘可以从他们家拆到他们这些老木料，因为我如果不拆的话也是被一些建商拿去回收厂丢掉那时候我免费帮他们拆还要付钱给他们是不是很划得来接下来我要制作床架上面的围栏防止小孩子跌落。我使用比较硬的木头，这个木材叫黄檀，我算是蛮硬的木材。这种围篱你不能做太粗嘛，太粗不好看那木料比较细的话就要选用比较硬的木材如果还是使用快木这种比较软质的木材，那就比较不耐用很容易就坏掉了，或者是不小心施力撞到它就断了会比较危险所以我才选用比较硬的木材。那组装好之后，先在上面预装口先装好要锁在床架上的孔位。这里我使用 HiCoki 12伏的电钻对一般居家 DIY 的人而言12伏的 HiCoki 机种其实就可以应付大部分的工作了。接着我要来制作一个锁在墙上的一个壁柜要给我的小孩放他的书。我一样是使用6分的桦木夹板来制作。那先切个45度角，把它做结合，因为我要做成 L 型的一个壁架。那这里我使用一个辅具这个是要钻木钉用的辅具。那如果直接用手指钻的话，很容易歪掉，所以我先做了一个简单的辅具。这个可以自己自制这一种搜寻的关键词你们可以找那个木钉钻孔辅助器，都可以找到这一类的商品那我在我的虾皮也是有贩售的。要使用这种商品你才有办法钻出很直的一个孔洞。你如果有孔洞歪掉的话，木钉打上去它会是歪的，你到时候要跟相对的木料对应就会对不起来。接着把它组合起来
那封闭的部分一样使用 10X 的螺丝来锁。那在这里我使用 L 铁来固定这个壁架，先在墙上先钻孔，把 L 架给锁上去。我会把这 L 架尽量隐藏在这个壁架的边缘，这样从外观比较看不到。好，摆上去来把它固定起来。那从这个视角是看不到这个壁架的。好，那现在把它锁住就好了。这个壁架很快的就可以完成。女儿又迫不及待来摆书了。之后我发现书太重了，那个下面的板子会有点下垂，所以我又在中间再锁一个木条。接下来我要来制作黑板的部分哦。我的女儿很喜欢画画，所以我决定在这里一样给她做一个黑板。那先把画木夹板锁在墙面上，先用钉枪把这个壁板跟刚刚制作的那个书架先钉一个针，把它固定了。再使用打墙的电钻直接在这个夹板上打洞，那就顺势打到后面的墙面。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直接把木钉对着这个洞敲下去就好了。那要把它敲深一点，敲到墙壁里面去。接着就可以直接锁上螺丝了。这个方法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夹板给固定在墙面哦，你不需要在那边对位。接着再贴上这个黑板贴，这个四面上也都有售哦。黑板贴的背面是有背胶的，只要把它撕开，我从一侧一直往另一侧慢慢撕后面的背胶然后慢慢的用手把它推开哦。那比较注意的是要小心这个贴纸越贴越歪到最后上下就会在这个木块的范围内所以要边贴边注意一下这个有没有平行哦。我接下来要拿一块木块把木块的边缘打磨打圆滑，然后再用这个木块去推把中间的一些气泡啊或是不平的地方把它推开。在贴合的时候只要不要误差太大这个时候都可以把它推得很平哦。用美工刀把多余的部分切掉，接着钉上边框，把夹板周围的断面给它封起来会比较好看。这里只需要使用胶水跟蚊子钉固定就好了，这样就不会有很明显的孔洞出现。按照惯例，女儿又出现了，她又迫不及待的来画画了。等冷气安装好之后，我就要把这个床头柜给安装上去了。那这床头柜除了拿来使用以外它第二个作用就是来遮住这个冷气的管路。床头柜分为上柜跟下柜那这个管路刚好夹在中间，把围篱给锁在这个下柜上面可以增强这个围篱的强度。这个尺寸在事前都是已经规划好的。那这两个孔洞一样使用木塞给它固定住。上柜我直接把它贴着天花板跟墙面直接拿电钻做引孔的动作，用电钻的尖端在墙壁上那个钻出一个凹痕再把柜子拿下来，你就知道在哪个位置只要做钻孔。这种小型的吊柜使用木螺丝来固定就可以了。你想要强度好一点，就可以用兰波钉跟膨胀螺丝，不过我是觉得不需要了。那我的装潢风格我比较不喜欢固定死的一个家具形式所以我都是用实木家具啊，或者是这些拆下来之后还可以再重复利用的一些板材裁一块洞洞板把这个侧面把它封起来。那洞洞板也可以放一些我女儿的一些摆饰品。我只要插上洞洞板附的一个木条配件，我就可以在上面放一些装饰品。那这个管路的部分就裁一块木板把它挡住就好了。那这个部分也是活的，到时候都可以拿起来。我只是把它敲进去卡死而已床头柜的部分就完成了。锁了一块夹板在墙面我要来粘这个洞洞板。这种洞洞板你可以使用背胶的方式去粘，也可以钉钉子上去那我觉得用粘的强度可能就已经够了，那就直接贴上去了。这一次的女儿房的大改造就已经完成了也花了我很多的时间
陆陆续续利用一些闲暇时间花了3-4个月才完成。彩妆完好，你就把它装满满的。这次的女儿房改造就全部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做法，大部分都是之后可以很容易就拆卸掉的一个装潢做法，那大部分也都以实木为主。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说，到时候我不需要这些家具，我把它拆掉，那这些实木家具的材料都还可以再重复利用，我可以再把它做成别的家具。不像一般的装潢厂他们可能拆掉之后那些废料就是只能送到回收厂去做回收。那对这部影片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这个影片留言区去留言，我有时间就会一一回复你们。那谢谢大家收看，大家见。